我不觉得康永哥打得过秋晨，秋晨多厉害，谁打得过啊？我这咋想的？最想怼的不是个人啊，那是谁？我最想怼的是《奇葩说》这个节目。愿闻其详。你先说，我再帮你说个。因为《奇葩说》他给我挖坑。我听懂了，你一怼。我觉得奇葩怎么了？奇葩说很好，主要是很好。这个导演组扒了好多海陆的微博，发现他是一个超级粉丝，是吧？然后他粉的这个人是一个韩国明星，叫朴灿烈。都认识啊，你们都熟，一起吃过是火锅什么的，是吗？怎么好像都认识似的？而且是特别粉的那种，是吗？没你穿的粉。人家怼你了呢。我忍着。你经常说朴灿烈长得特别好看，是不是？肯定比你好看啊！大哥，你又被怼了。没事，我帮你吧，我帮你吧，好不好？朴灿烈同组合还有一个张艺兴，是吧？啊，张艺兴很好啊。你看，我看我干什么？我也没说不好。有，我也觉得很好。我也知道灿烈，连朴字都省了啊。朴灿烈、张艺兴是吧？谁更帅一点呢？这两个啊，我觉得都不能用帅来形容。哎，又来了。我喜欢的所有的人其实都跟长相无关。你喜欢李诞吧？他是跟长相最无关的一个人。你都不敢看我。我其实还挺喜欢李诞的。蛮挺。有必要加这么多弱的形容词吗？所以在你心里面，朴灿烈还是张艺兴，谁长得帅？我没看，我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没查过。我一会儿给你看一下。好的，要加个微信吗？OK， 可以。OK， 可以，好。这是周冬雨之后你加到的第二个女明星吗？对。来，我们到了最关键隆重的时刻了，就是京东一下一时爽，一直京东一直爽。本节目由多快豪爽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国民品牌海澜之家鹅绒系列羽绒服超级赞助播出，鹅真暖和。本节目由带你去全宇宙浪一浪的携程旅行超级赞助播出，跨越山海，携程安排。本节目由我单纯我敢说的江小白超级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动动手指不用跑，好家都在贝壳找的贝壳找房超级赞助播出。来，我们今天是主场赛，携程战队选择的主场优势叫做导师结辩，是由康永哥负责正方结辩，携程战队是正方，蛋兄带领的江小白战队是反方。好，我们来看一看本场辩题。我是嘟嘟，身边的人都夸我好看，连带着我的生活都变得更加轻松和方便了。面试轻松通过，合同总能谈成，桃花也是连绵不绝。然而，最近星球却要设立颜值税，长得好看的人因为受到的优待多，所以要交更高的税，越好看交的越多。到手的工资竟然少了这么多，比爱英的还少。颜值税降这么高了，美丽使我贫穷啊！但是这至少证明我的美丽是星球官方认证的，美得明明白白的。想到这儿，竟然还有点想交更多的税呢。切，我就是比你好看。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你有钱吗你？你有钱吗？我有美貌。你有现金吗？你知道钱是什么吗？我就是比你好看。
奇葩星球要设立颜值税，你支持吗？来，我们请全场观众投票，5、4、3、2、1。哇，3七开呀！70的人不支持设立颜值税，太难打了，这是合理的啊！太好，吓死我了。好，谢教授，正方反方立场。跟蔡老师相反。听到收税先反对再说，啊，有本事你们说服我。我们要请问一下女神秦海璐，你觉得应该设立颜值税吗？我觉得我很纠结。对自己来讲，可能都会觉得说，哦，我希望别人认可我，说我好看。但是你说这一句好看，真的值得花这个钱吗？反方，我问一下，以从业为代表，你觉得你们团队当中，如果交颜值税，谁应该交的最高啊？新月啊，我们其他人都免税。好，因为是支持率是3七开，所以从正方林教授开始。加油！加油！我之前说过，奇葩星球的任何决定我都不支持。这次又要交颜值税，那我岂不是要倾家荡产了吗？后来我的队友世恒跟我说秦教授，你家难道没有镜子吗？如果没有镜子的话，你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样儿。我谎言一大明白，原来我的长相在起争点之下呀。那我支持，我坚决支持。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对颜值是双标的。按理说你们美的理所当然，我丑的也是理直气壮。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可是事实不是这样的。我前2天出了趟门，火车到站，然后呢大家就出站，有一个小姑娘艰难地提着自己的行李箱上楼，这个时候跑过来一个小哥哥，二话不说把行李箱就抢了过去，然后呢给她抬到了楼上。小姑娘追过去以后，然后掏出了手机，两个人加了微信。我一看这干得过呀，比起我有啊，我就照猫画虎，也帮一个姑娘扛上了楼上。姑娘也追过来，也掏出了手机，拨打了110。在酒桌上，这种双标就更明显了。大家觉不觉得，只要这个酒桌上要是有帅哥的话，姑娘们酒量普遍不好，没喝几杯呢，姑娘，哎呀，人家喝多了，你能送我回家吗？相反，跟我这种中年油腻大叔喝酒，他们突然变得千杯不醉了，踩的又香，扯着脖子喊：“干啥呢？喝了，谁不喝谁孙子。”颜值嘛，演员需要颜值。有时候我拍戏的时候啊，经常用一些演员，我们并不需要他的演技，他们叫群众演员，他们也被颜值而分成了等级，好看的300到500一天，不好看的60到80一天。干一样的活，为什么分的钱就不一样呢？而且更可气的是，就演个死人待遇也不一样。好看的人，懂吗？演死人，来，你这边躺着；不好看的人，趴着，把脸撞过去。再说奇葩说啊，其实呢，我们对吧，经常讨论的呢，不是辩题，是辩位。因为大家都想打3辩，不想打1辩，因为3辩那叫什么？叫大将压后阵，1辩说的再好，叫抛砖引玉。了解我秦教授的人肯定知道，就我这辩论水平，你别说3辩了，我做导师西上也够用啊。所以我就跟我们队的潇潇啊，就为这个3辩的事啊不断争吵。后来我们导师蔡康永来了，说潇潇和秦教授的辩论水平可以说不分伯仲，真乃上山虎遇到了下山虎，云中龙遇到了雾中龙。但是总不能都打3辩吧？这样谁丑谁先说。看没看见？一个队的就因为我长得丑，他们讽刺我，他们戳穿我，他们陷害我。
有了这个颜值税，哎，我舒服多了。你不是好看吗？今天我就让你好看。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丑人多作怪？其实不是，我是在拯救濒危野生丑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好看的一定找好看的，有钱有势的丑人，他一定也找好看的。根据遗传学，他们生的孩子不一定好看，但一定不丑。难就难在像我们这种没钱没势的丑人，我们根本就找不着配偶，我们无法进行下一代的繁衍。过不了多久，丑人将会搁这个世界上消失。太荒唐了。再过几年，一位漂亮的妈妈领着漂亮的孩子到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孩子问：“妈妈，妈妈，这是什么呀？”哦，这是恐龙消失于白垩纪。那妈，这是什么呀？哦，这是丑人消失于21世纪。所以，各位美丽的朋友们，可怜可怜我们这些丑人吧，帮帮我们，怎么帮？交点颜值税啊！我们专款专用，使那些想变漂亮的人变漂亮。比如有个哥们儿脸上呢有一道大大的烫伤疤，非常影响他的相貌。我就问他：“你这个疤怎么搞的？”他说：“有一年我熨衣服的时候，手机来电话了。”所以这些人特别需要这笔钱。只要每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更好的明天。哇！反方意面是谁啊？小黑。加油！太难了，秦教授好好笑。那这样，你们降低一点期待，随便看看我就行，好吧？奇葩星球设立颜值税，你支不支持？我不支持，只要是多交税，我就不支持。我管你交什么税。颜值税就是对我们这些美人儿的趁火打劫，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的。下面说一下我的论点。第一，这是什么？脸。脸是什么？是个谜，因为你的颜值根本就是飘忽不定的。颜值税执行起来非常的困难。比如说你化了漂亮的妆出去逛街，走着走着啊好开心，突然冲出一个彪形大汉，我怀疑你漏缴了颜值税，请你配合工作。再看你不慌不忙，从包里拿出一瓶早已准备好的卸妆水，当场卸妆。你们两个面面相觑，你是丑得相当淡定，而他只能说一句对不起，打扰了。以后还有人化妆出门吗？本应该充满时尚气息的都市，秒变野外求生训练营，一个个蓬头垢面，不修边幅，是不是？你说不化妆就完事儿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还会变胖呀，小傻瓜！来，我也带了一张照片。这谁呀？这是小黑吗？没错，是不是以为这个人跟我没有关系？就是我本人。时间是不是真的就是猪饲料？你看我现在像不像个猪扎起来了？如果那个彪形大汉又冲出来，你原来那么瘦，现在变胖，我怀疑你就是为了逃税。我要如何跟他解释我胖得浑然天成，落落大方，只是岁月的礼物呢？所以由于颜值的不确定性，这个税征收起来非常的麻烦，所以我不支持。你说不要，一定有办法的。好，我退1万步讲，真的可以。你以为这万事大吉了吗？第二点，颜值税会让赞美变得不再单纯。你们想想啊，只要颜值跟税扯上了关系，以后别人再夸你，你想到的不是赞美本身，
而是满满的睡单。你这个难受啊！来，我举2个例子。以前约会的时候，男生夸女生漂亮，女生说什么？哈哈，讨厌。现在，你觉得他会说什么？你漂亮，你全家都漂亮。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觉？逛街的时候啊，就是别人叫帅哥美女，总觉得在叫自己。我也有，帅哥啊，干嘛？后来有了颜值税，再叫帅哥，我下意识只能先捂着钱包，紧接着我就是逃跑。所以颜值税的出现不会让我们感谢赞美，而让整个社会都变得战战兢兢。从此再无双眸见秋水，十指拨青葱这样的小美好。所以这样的社会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最后一点很正经，我想这道题更深层讨论的就是审美到底有没有统一的标准呢？丑小鸭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对吧？一只鸭子有一个男人长得不一样，饱受排挤，但是他相信自己独有的魅力，终有一天变成了白天鹅，很励志，对不对？但如果那个时候就有颜值税，这个故事会变成什么呢？丑小鸭在得知自己的丑是公认的之后，终于咬了鸭舌自尽了。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支持了颜值税，就是告诉我这个世界上颜值是有统一的标准的，那么再也不会有那些励志而动人的故事。以前呀，我可能会以为暂时找不到那个可以读懂我的人，而麻痹自己努力生活。但是今天你们支持了颜值税，你们就是告诉我，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王八看绿豆，王八只会看王八，没有人想看我，我连个绿豆都不如。当然了，你们可以这么做，但很有可能就毁了我全部的人生。来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走出颜值的敌流，敌流啊，颜值的泥流。还要升华，放弃千篇一律的美艳皮囊。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活得更加漂亮。谢谢。好棒！哎，太难了。小黑辩论完了以后，我有一种想咬鸭舌自尽的感觉。秦教授和小黑是完全不同风格啊，目前是反方多了4票支持，所以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完全要看双方最后开杠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好，来，双方请开杠。好，加油！加油！加油！来，先开先杠，从秦教授开始。小黑，你觉得你该交颜值税吗？哇，你是夸我好看吗？那就谢谢你了。那你觉得咱们2个站在一边是因为好看还是好笑呢？既好看又好笑。回答我，你到底该不该交颜值税？我就准备了这一个问题。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那我就回答你：我长得好看，但不应该交颜值税。你就是想要钱，我可以单独为你个人捐款，但颜值税啊，颜值税真交不了，因为大家不想交。因为吧，颜值丑的确实是弱势群体，你别在乎那仨瓜俩枣的好吗？丑人确实不容易，你们占了社会的便宜，多少补偿我们一下是应该的，求求你了。这样就显得我太血石心肠了，我就多给你捐一点，好吧？颜值税我们就不支持了。好，时间到了，太棒了！小黑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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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给第一对辩论的双方一辩进行红蓝投票，请开始。5、4、3、2、1，反方小黑18票胜出，小黑加杠。谢谢谢谢，完全。
哎呀，不好意思，我错了，不交税啊，不交税。太像了。哎，我觉得双方开杠太逗了，每个人在家里憋了1个月，憋一个损问题，你觉得你该不该交？那个人就绕着这个坑走啊，走啊，走。好，来正方2辩，谁呀？来，庞颖有请。大家好。前2天呢，我看了一个新闻，说芬兰动物园为了给大熊猫庆祝中秋，请了一个中文合唱团给他们唱《但愿人长久》。我请问，我们给大熊猫唱歌，不给扬子鳄唱歌，是因为大熊猫比较能听得懂吗？不是的，是因为芬兰动物园没有扬子鳄。我国外交送熊猫，因为熊猫颜值高。我们今天让熊猫交颜值税，不是让它凭空拿钱，是因为它靠颜值先赚了门票。我们让它把这个门票分出来，给那些同样濒危但是丑得没人问津的动物分一点，这不是挺好的吗？哎，当然你可能说了，凭什么大众就能说我是美是丑？不，重点错了。我们今天不是为了评价一个人是美是丑，我们是说人吧，带着一张脸行走江湖，有的颜值是占便宜的，有的颜值是挨欺负的。今天颜值，我这个颜能带来多少值，取决于的就是这个社会上的大众审美。我们不是为了说你丑骂你丑，我们是说我们为了平衡不同颜值在社会上受到的待遇不公。我们这个大众审美有多厉害啊？美国人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把所有法学院学生的毕业照片列开，找一堆完全不认识他们的人来为颜值打分。这个颜值分竟然可以预测这些学生毕业后收入的高低。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个看脸的社会，需要颜值税来做点什么？况且这个颜值的红利它会利滚利。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说话，从小学1年级开始，我那个评语上都有一句语言表达能力强。但是我从来未能如愿当上我们学校6·1文艺汇演的主持人。为什么？第1年选拔的时候，有一个水平跟我差不多的，但是大眼睛花裙子，老师就选了他。当时我记得老师跟我说，明年就选你。结果呢，从那年往后，他就变成了那个更有舞台经验的人，顺理成章，从学校到区里到市里，他高中的时候就去参加了全国的演讲大赛。我呢，人丑只能多读书，我混这么大一圈，绕到了30岁，才凭借着学霸搞吃播这样的人设，勉强站到了舞台上。这并不是一个个例我们有研究统计，漂亮的小孩子从小就会得到更多的机会，他们练习自己的表达，练习自信，练习领导力，所以他们在职场也更吃香。这就是为什么上海的数据，如果一个人长得漂亮，他的收入比平均值要高10%，长得丑的呢，他的收入比平均值低30%。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颜值税来补偿他？最后我想说，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税务这件事儿它有一个再分配的作用，它能让我们这个社会更公平。那颜值这件事儿，真的只有先天的条件和后天努力的差别呢？它背后有没有隐藏着一些不公平？在一些落后地区，女生爱美，等待她的是什么？校园门口，校长提着一桶水，还有抹布给她卸妆。家长看了这件事儿，家长拍手叫好，说我把孩子放在这样的学校，我放心。女孩子可以无才，但必须有德。我请问，为什么爱美还变成缺德了？我来自一个N县小城，在我们那个地方，就如果女孩子爱美，非常容易被老师贴上标签，就所有重视外表，大家觉得你是不务正业。可是当我们长大了，看到了外面更大的世界，我们发现同龄人，他们不但没有在内在美上吃亏，他们懂打扮，有衣品，懂时尚，那是整个审美层次的不同。我请问我们怎么竞争啊？职场的竞争，收入，这是一方面，问题是我们错过的青春呢？我们错过的是那个被鼓励追求美，被教育懂得美的青春。
今天颜值税要做什么？我们就是要用钱这种最简单、最直接的标准，告诉大家，美丽就是一种财富，不但对我自己是财富，对社会也财富。追求这个美完全无罪，我纳税光荣。我们要用钱这个最实打实的资源，我们要把美的教育带到更多的地方去。我们教育他们承认美、追求美、如何审美。我们希望任何一个小孩子，无论他的先天条件是怎么样的，他可以在充满爱和美的熏陶中长大。一个更美且更美好的星球，从颜值税开始。谢谢大家。好，郑欢获得了45票的跑票。来，反方二辩是谁？小童，加油，加油！我们听一听庞颖老师刚才讲了那么多，他到底在讲什么玩意儿？他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儿：有人呐，通过美这种优势赚到了钱，我们就要把这个钱再拿回去。哎，这个叫什么呢？不就是所得税吗？我们人生谁也没有点优点了？有人是不是长得天生就高啊？有人记忆力好，有人跳得高，有人跑得快，是不是都在拿优势赚钱呢？怎么就是你这个美让你这么独特呢？没什么的，你是在异化美，你在贬低美，所以是你不自信而已。我跟你讲，我就很自信。我5岁就意识到颜值并不是我的优势了，我就开始苦练书法。哎，我也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朋友啊。怎么了？我跟大家讲，我最开心的是什么呢？老师夸别的小朋友写字好，都说哎这孩子字如其人。夸我的时候就说我写字好。哎，那个时候我的感受非常爽，我觉得非常纯粹，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明白了吗，同志们？不要被他们给欺骗了，美和别的优势没有任何区别。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个最基本的点，我一听到我们星球要制定新政策，我脑袋就嗡嗡响。这个星球干啥啥不行，收钱第1名。天天最喜欢干什么事儿呢？一拍脑门决定一个政策，然后过来问我们这些居民说：“哎，支不支持？哎，支不支持？我支持你。”天天拍脑门想政策，马老师6季了，脑门都拍成寿星佬了，我也没看着哪个政策落地。所以不出意外的话，今天这个颜值税，估计啊，跟之前那些东西都一样，什么外星人的蛋，什么恐婚水啊，你是吃着蛋还是喝着水了？他们都属于黄鼠狼的腚，憋不出什么好屁。与其讨论那么久啊，不如最开始就掐死在摇篮里。你是不是觉得刚才我那个很主观、很臆断？但是我回去仔细想了一下哈，仔细想了，哎，这就是一个狗屁不通的税。第一个点，他收不着什么钱。请大家看一看我们场上这些奇葩星球的人，谁颜值高啊？颜值高的人早就淘汰了。在奇葩说，俊男美女就是一种诅咒啊，同志们。在我们星球收高颜值税，那就相当于在男厕所里面找女的，你只能一无所获。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了啊，其实也不光是在奇葩星球，在任何星球上，其实颜值高的人都是很少一部分。这个在收税那个税法里面叫税基太窄，你根本收不到钱，收不到钱你还要收，你是为啥呢？你就是要搞事儿。你就是要折磨这些好看的人。我就想问问大家，你们生活里面什么时候见着针对某一个人种来收税？它不仅仅是一点点钱的问题，同志们，它背后还折射着一个非常深的道理，就是整个社会政策是倾向于打压这些美丽的人的。为什么要打压？看看我们场上还有谁美丽了？只有星月了。你要打压他们，很简单，来，星月站起来走下去。好了，他去地球了。奇葩星球上没有美的人了，全部都排走了。而且我跟大家说第二个点，就是你根本承受不起你排挤这些美丽的人的结果。你以为你排挤他们，他们就会老老实实的走吗？对，他们就会老老实实的走。白天跟他说要收税了，下午全去地球安居乐业了。这个时候我们星球还剩啥了？就剩我们这些妖魔鬼怪在这群魔乱舞。
长此以往，我们这个社会的基因里面，什么东西占据了主旋律？丑占据了主旋律。我们丑的千奇百怪，我们丑的五花八门。到时候我们这个星球哈，也不用叫什么奇葩星球了，干脆直接改名叫丑星球。以前你仰望星空的时候，有一颗璀璨的奇葩星球，你拿着哈勃望远镜一看，说：“哎呀，生机勃勃，这上面美的人、丑的人，大家都有优势。”现在一看，哎呀妈呀，什么玩意儿？深夜买醉，魔鬼开会。你发现了吗？而且你把这些人都排挤走了，但税还是得收啊。到时候就会无限降低这个高颜值的标准，我和小黑可能就会成为新的网红脸。本来我长得丑已经很惨了，你还要干嘛？你还要伤害我？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最后，我想跟大家说，其实今天这个辩题呀，它就是暴露了我们生活之中对美丽这种事情的歧视，同时也暴露了我们自己的一种不自信。我们总觉得上帝给我们那些天赋和美貌比起来，好像根本就不值一提，但其实不是的。上帝真的是个很慈爱的老头，在我们降生人世的时候，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包了一个礼物，他装在盒子里面，你们看不见。我们长大成人了，到我今天这个年纪，我蓦然回首，我才发现他真的很慷慨，他给每个人都装了不一样的礼物，他装了博学，他装了优雅，他装了睿智，他装了幽默，他装了知识。这么多的礼物没有高低贵贱，同志们，是对方非要把美丽单独拎出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如美丽，我们这些东西不如美丽。而其实我们蓦然回首的时候，才发现，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礼物，是我们灵魂中独一无二的色彩。我呢，上帝给我什么了呢？你们一定很好奇，因为看起来我身无长物，但是上帝他给了我2巴掌，一个巴掌叫做乐观，一个巴掌叫做积极。我希望把这些乐观积极的心态散播给各位，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面对比自己有优势的人的时候，不要嫉妒，而是学会释放善意。最起码我们能在心里自信地对自己说一句：你和他的美就差一瓶卸妆水。谢谢大家。太优秀了，太优秀了，太优秀了，太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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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来，那我们就双方开杠吧，加油，加油！先开先杠，马颖开始。小童，你说只要给颜值收税，就是打压排挤歧视。今天你赚钱，我们对你收税；你赚的更多钱，我们收更多税。我们是打压排挤歧视你吗？我们对每个人都收钱，所以每个人一视同仁。非常好，我们对每个人都收钱，所以奇葩星球我们运营一定需要钱，对不对？今天你无论是有美丽的优势还是其他的优势，你有优势赚钱比别人好容易，你多为星球付出一点有问题吗？但是你不能对特殊的一个人群收税，你对特殊人群收税就是把它独特异化歧视。有钱人你是异化歧视他吗？有钱人是靠各种优势来赚钱的，我已经说了，每个人有各自的优势，所以那不叫异化。所以我赚钱难，长得漂亮的人赚钱容易，它的一部分来源于享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你回馈一点怎么就这么不愿意呢？别人长得美，你是想得美呀，谁跟你说人家就有优势了？怎么没有优势？我们写童话都不敢写，是丑大鸭获得了幸福，丑小鸭得先长成白天鹅才能幸福，是不是？谁跟你们说的？现在很多的新童话里面，丑的人已经站起来了，同志们，像我看一看就是新世纪的童话。时间到，时间到啊！正反方2辩，红蓝键，请投票。5、4、3、2、1。正方加3票，庞颖获1杠。刚才庞颖发言完了以后是领先了40多票，是吧？所以小童其实是拽回了一些票数，只是最后还是3票之差，是吧？
导师这个时候可以点评一下，徐教授。我想起有一位政治家曾经说过，我们是要把处在下面的人推上去，而不是要把在上面的人拉下来。我觉得一个奇葩星球里面的制度应该有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我觉得小童讲了一点，是这个问题，我认为的是一个最核心的地方，就是你是不是针对那些无法改变的特征在收税？比如他长得好，他想不交税不行，他没法改变，他是男是女，他很难改变。这种税制可能确实是有问题。来，正方3辩，潇潇。潇潇的状态，他好像有点焦虑哎，因为他一直说他其实很怕遇到秋晨，而且他说历史战绩他没赢过。那他是真的被吓到了吗？因为以前，比方说，如果不是他的对手，或者是他还好的话，他就会走过来，使劲的就呲儿我们，真的。这次他好像没有这样。他好像觉得秋晨跟他有天敌的关系，他觉得赢不了秋晨，烦死了。首先，小童第一个观点非常的荒谬，他说奇葩星球没有好看的人，在说什么？啊？对方有一个观点告诉我们，颜值是波动的，我能不知道吗？颜值当然是波动的，还是这么波动的。我们每一个人早上起床和晚上睡觉的时候身高都不一样，颜值是波动的，审美当然也是主观的。曾经我们喜欢大眼睛、高鼻子、长发飘飘的可爱女生，现在我们不也开始喜欢小眼睛、长雀斑像刘玉玲一样的致命女人了吗？颜值是波动的，审美是主观的。那么，今天颜值税的税率就不应该是固定的。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既然是奇葩星球，我们就是要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想到别人想不到的。所以今天这个颜值税我们怎么收？今天这个颜值税是当你达成了一项业绩，你领到了一份酬劳，你实现了一份工作之后，你到手的那个钱，你的这张脸，你的美貌在当中占了多大的比重？今天一个演员拍完一部戏拿到100万的酬劳，颜值税的机器一扫，你要交99%的颜值税，99万。我们透露的信息是什么？哇哦，你的颜值竟然高达99分，好优秀哦！不，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你的演技只有1分。同样，今天一个业务员拿到自己的提成100万，一扫要交99%的税，你的业务能力只有1分。然后，颜值税从小黑那个美人儿的脸上一扫，这个时候发现了什么问题？他1分钱的颜值税都不用交，这是为什么？小黑长得不好看吗？不，小黑长得很好看。我方的审美跟你完全可以达成一致，是因为我们的机器从小黑的身上看到了他的努力，看到了他的能力，看到他对这个舞台的尊重。他今天获得的成绩没有1分钱，是靠他那张美丽的脸。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苛责美丽，美丽无罪，我们苛责的是那些因为美丽想要不劳而获的人。今天这个颜值税，它不是美人税，它是不劳而获税。哇！今天我们缴这个颜值税，我们是要给那些美人透露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承认，长得好看，你的颜值可以扣开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座大门，但你扣开这座大门的敲门砖，永远无法落成你梦想里的那座大厦。我们也要给那些因为长得不好看，因为形象普通，然后在社会上遭遇不公的人一个信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的社会看脸。今天缴了颜值税，我们这个社会依然会看脸，但是我们缴颜值税的意义，就在于让你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同样在乎每个人努力的意义和成长的价值。今天缴颜值税，就是告诉我们每个人，我们的脸无法决定我们命定的结局，
最后，我想问一下大家，觉得颜值是怎么来的？颜值，老天爷赏饭吃，你爹妈给的？不是，还是像我一样，后天努力，韩国的朴院长给的？也不是，颜值是每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赋予你的。今天，有人觉得秦海璐老师觉得朴灿烈很帅，但是同样，也有人会觉得马老师很帅。有眼光。人类的审美千奇百怪。他为什么帅？因为他割了眼袋。不是，是因为那些觉得他好看的人，望向他的眼睛的时候，他那双眼睛有一道光打在他的脸上，显得他特别帅。这道光可以打破我们所有对美的刻板印象，这道光可以打破这个社会上所有约定俗成的规则，这道光就是喜欢的力量。我们不是因为美而发生了喜欢，我们是因为喜欢发现了美。所以今天我在奇葩星球，我收到这张税单，我就愿意交这个钱，因为它传递给我的信息就是，我在这个星球，我是好看的，我是被接受的，我是被认可的，我能够感受到这个星球对我有多大的善意，我就愿意为这个星球付出多大的努力。我们不会因为别人说你不行去证明我可以，我们往往会因为别人说你可以，我们去证明那些人没有看错，这就是被肯定的价值。所以，对于每一双眼睛给过我的鼓励，我愿意交税。正如小童所说，有一天我们仰望星空，可能奇葩星球都已经不在了，没有关系，那又怎样？那又怎样？我会记得这一双双曾经凝望过奇葩星球的眼睛，你们的眼睛里有光，这道光照亮了我来时的路和我不曾去过的远方。谢谢。潇潇，我觉得这是你奇葩说几季以来辩论论据最充实的一次。真的假的？真的，就主要是你抓住了客观事实的力量。刚才秦海璐老师对你的慰问有生效吗？他当时眼含热泪，然后就冲着我，我就有一种，你知道，就是眼睛里的光。对，有一种对，好，那个来反方三辩，秋晨，加油！谢谢潇潇，我怎么会不知道被差别对待的难过？在我们小时候，在我们生命里，不仅长得好看的人会得到优待，更聪明的人，他也会跑得比我们更快。而对于我来说，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体都比我健康，你们都是那些在差别对待中被优待的孩子。可是即便是这样，我也不忍心让你们交颜值税，让你们交聪明税，让你们交健康税。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和优势，不是吗？所以优势也好，优待也好，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来的。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惩罚每个人的天赋和他所得到的东西。我们不能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实在是太荒谬了。一条这么简单的政策可以歧视市面上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我们不说好看的人，他首先歧视的是我们大多数的长得不那么好看的人。各位，不要觉得你没有颜值，然后你就不用付出什么了。以前的时候，嘲笑你丑的，他好歹是一个人吧，对吧？是人，你就可以骂回去啊。对不对？你可以不服啊，你可以讽刺他的审美，你可以反驳他的无知，你可以嘲笑他的肤浅啊。可是现在好了，嘲讽我们的颜值的是一个数字，是一个被社会认可、被这个奇葩星球上面的黑科技所检验，然后甚至实体被印刷出来的数字。这是什么？
小时候我们去骂一个同学，当着他的面说一个丑字，这都叫做欺凌。现在我们把所有人的颜值印在他的税单上，这不是成组织、成建制的霸凌吗？更何况，对方说的特别好，所有的税收政策都是一个财富再分配的方式。哼，所以如果那些好看的人多交税，当然就意味着我们这些不好看的人客观上得到了补贴。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拿到补贴的人会不会觉得自己真的占了便宜，反正我是觉得相当的膈应。你想想，对不对？那补贴我可以啊，你可以补贴我穷，我资源少，你可以补贴我傻，我起点低，但你补贴我丑，你是什么意思？啊，长得不那么好看而已，需要被救济吗？需要被救济吗？神经病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颜值税让一个本来有争议的特征，现在变成了一个没争议的缺陷。颜值税从好看的人那里拿走的是钱，从我们不好看的人那里拿走的是什么？是尊严。好。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颜值税，当然歧视了那些长得好看的人。你们会说没有，只有这个是没有，对不对？这个不叫歧视，这个可能是我们为了平衡这个看脸的社会，给予颜值过分的偏爱。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看脸真的是错误的事情的话，那到底是看的错，还是脸的错呢？到底是看的错还是脸的错呢？真正造成不公平的，难道不是那些对人区别对待、见颜值行事的人他们犯的错误吗？你不向他们征税，你向脸征税，你是人吗？你是人吗？所以你知道颜值税的底层逻辑其实非常的可怕。你想想，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个漂亮姑娘她受到了骚扰，我们会说那一定是骚扰者的错。如果有人敢说还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我们会弄死她。可是为什么到了这里，一个漂亮的孩子然后受到了偏爱，就不是偏袒者的错，就变成了这个人的错，变成了他颜值的错呢？所以我也不喜欢这个看脸的世界，真的。可是高颜值的人，其实他也是这个错误的受害者之一啊！因为但凡他出现，不管我们对他友好还是不友好，我们其实都已经在消费他的颜值，不是吗？美貌在生活当中能够给你带来多少好处，就会给你带来多少的麻烦。有人会善待你，就有人一定会觊觎你；有人喜欢你、偏袒你、赞美你，就会有更多的人嫉妒你、排挤你、诋毁你。当然你会说，这算什么？跟我们普通人的日常艰难相比，这算什么？知足吧，你会这么说。可是我觉得，这就是问题所在，这种态度才是问题所在。高颜值的人，他们不是没有付出过代价，是我们拒绝看到他的代价。当他们中有人跟我们说，哎呀，最近追他的人越来越烦了，已经开始频繁的跟踪和骚扰他了。我们中一定会有人说，哟，不就是想要显摆，有人追你吗？当他们中有人说，老板看我的眼神色眯眯的，还经常把我一个人叫到办公室去，我们当中肯定会有人心想说，哼，老板平时那么器重你，多看你两眼有什么问题？当他们中有人跟我们抱怨、跟我们倾诉，说班上的女同学都在排挤他，甚至霸凌他的时候，我们当中也一定会有人用事不关己的态度说，我早就告诉你不要跟男同学们走那么近，现在好了吧，教你做人了。你知道吗？问题就在于我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代价，因为我们想要保留自己抱怨的权利。所以说到这里，我想说，我不是在为高颜值的人说话，也不是在安慰低颜值的人，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说，你看，颜值、聪明、强壮、健康，这些都是我们出生的时候从老天爷手上抽到的一张一张的牌，他们都是好牌，也都比我们想象的要稍微难打那么一点点。所以，与其惦记着怎么去抽走人家手上的那张牌，不如想想自己手上有没有什么好牌呢？与其去纠结我怎么让这个游戏的起点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公平，不如想想
我们自己怎么把自己这场游戏玩得精彩。谢谢各位。太棒了！好，开杠吧，加油加油！先开先杠，潇潇开始，45秒。好，从刚刚有讲到美的人被人追被人诟病，那丑的人没人追没人诟病，难道不是同样的伤害吗？没错，大家都有自己应该付出的代价。我想问你一个数据的问题哈，刚才庞颖说哈，颜值越高的人收入越高，我们找他收入征税就可以了，为什么颜值还要2道征税呢？非常简单，因为今天颜值征税不是处罚金，而因为我们长相的差距，所以导致我们收入的差距，就是对每一个普通人向这个社会，向这个看脸的社会征纳的丑陋基金。好的，所以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颜值税它是不是基于赚了钱才交？就是有人用自己的颜值挣到了钱，应该交税；没有挣到钱，要不要？在我看来，如果今天我收到这张税单让我交税的话，我不管这张税是出于什么目的，对我来说就是肯定和鼓励，就是对于我颜值的奖状。谢谢。好，时间到。来，我们给双方3辩，潇潇和秋晨投票。红蓝键，请选择5、4、3、2、1，正方4票胜出。来，潇潇加杠。但他今天表现得很好啊，我预测的所有内容里面，只有他说的那个就是感谢所有人的目光，这一点我是没有预测到的，所以就对，真的很了不起，在最后还打出一个非常新鲜的内容出来。刚才潇潇发言的时候，女神就好像还蛮激动的，因为导演组通过镜头看到了，说你泛着泪光。你们班其实有好多特别漂亮的女生。然后她们的漂亮，在你年轻的时候曾经对你构成过压力吗？你好，会啊，会啊。我觉得年轻的女孩子都希望别人说自己好看，然后呢，都不希望别人说自己不好看，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对美的追求的这样的一种美好期许，希望获得别人的肯定，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我是觉得说，我们班同学也是一样的，可能在各个地方的时候，大家都是长得非常漂亮、出众，以及专业非常强悍的这样的优秀人才。然后突然说到了这个中戏的时候呢，你发现这是一个人才济的地方，你进来之后，你发现所有的优越感都不见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被误招了？每个人都去后海哭。然后每个人都在排练场里边坐到半夜3点，就你会觉得说这是每个人在中戏都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每个人都在探讨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做演员？我觉得就是这种落差不自信，是每个人可能在每个年龄段或者在经历每一次新的环境更替的时候，很正常的会出现的一次波动。在你身上什么时候这种东西就变化了？我觉得可能在30岁以后吧。我一直其实对于这个做演戏、做演员，包括说关于长相的这个问题，是抱有一个怀疑态度的。就可能因为我长得不漂亮，我不觉得说可能因为我的长相或者是什么，可能会在一开始的就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好的一个资源，即便有人说我长了一张高级脸，还有人说我长得很怀旧，但是从来没有人说我长得很漂亮啊。有人说我长得很优雅，还有人说我长得很有气质。我说你们就差夸我善良了。但是我是到30岁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可能以后自己没机会了。后来发现有一次我那年跨年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坐在床边，我觉得我30了，我还没有嫁出去，我觉得我自己过得很失败。我不光长得失败，我的专业也很失败，我的人生也很失败啊！我很想念小时候吃爆米花甜甜的感觉，慰藉一下自己的心灵。然后我就穿着酒店的睡衣到了那个 7-Eleven 的时候，刚好赶上人家盘点，然后在那站了40分钟。后来人家实在是觉得不合适了，把门打开了，就说你想要什么呀？我说我只想要一袋爆米花。他说我们在盘点，隔壁路口转过去那边有一家
另外一家，他说你去那家买，然后花了10块钱买了一架爆米花。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跨年了，但是我坐在床尾的那个地毯上，打开爆米花吃的时候，发现说，姐姐30了又能怎么样呢？不是还有资格吃爆米花吗？而且这爆米花还是我自个儿买的呢，不是妈妈给我的了。哎呦，能怎么样呢？这件事情。所以从此以后，我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去用看到表象去理解的。然后那一刻，我就突然明白了，OK， 活吧！我觉得可能让人看到你里面的光彩，可能那个才是你最灿烂的人生。反方2排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哎，我跟你讲，这个傅首尔啊，他那个手势是这样的。哎，不要了，不要你站起来干什么？不是因为他们说的，我有几点也不是很同意。刚才对方一直在说颜带来值，所以交税，但是对方一直不说只有好看的颜才来带来值吗？问问我们的导师李诞，他那张跟英俊帅气毫不沾边的脸为他赚了多少钱？你们肯定要说了，哎，李诞是靠才华的，你们真的很天真，相信这种伪装。你们知道最近他把自己的脸印在手机壳上，逼我们展示一下，展示一下，哎，你看，对壳，看。他把他的脸印在手机壳上，逼我们每个队员使用。他为什么不印他的诗呢？所以你看，如果这个时代你丑的特别有特色，丑的拍案叫绝，也是可以挣到钱的。那美丑都可以挣到钱，为什么就是美要征税呢？第二点，这刚才庞颖说的，我最不同意的一点，他说呀，颜值有助于教育孩子，对孩子进行美丽的教育，这一点我非常不同意。我当然同意，比美更重要的是意识到美很重要。其实我们每个人美丽的启蒙老师是谁？是妈妈。我高中的时候想买一管口红，我妈问我漂亮能当饭吃吗？现在她发现可以，已经晚了，是吧？哎。正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颜值带来的价值，所以在一个普通家庭，在一个条件不好的家庭，其实缺少的就是美丽的启蒙。你很少听到一个贫困的母亲对孩子说，哎，无论生活怎么样你都要美，她只会说搞那么好看干什么，好好学习就行了。这只是她认为美不重要，就这样。如果美要征税，她会怎么跟孩子说？她会说，只要生活过得去，再丑其实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其实是会剥夺普通女孩关于美丽的启蒙，是会摧毁她们的美丽意识，所以我不同意有这个政策。谢谢大家。正方2排有吗？来，青云。从小童和这个秋晨非常打动我们的一件事啊，他说上帝给了我们每个人不一样的礼物，所以不要想自己没什么，总想想自己有什么，对吧？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当一个人因为某一种缺陷而被社会歧视的时候，你永远可以安慰自己说，但是我还有别的优势可以拿去歧视别人。所以这个社会会告诉那些黑人说，虽然你们有被奴隶的历史，虽然你们有种族隔离的历史，虽然你们在今天这个社会上依然受尽歧视，但是你们运动能力发达呀。哪怕你们入学受歧视，找工作受歧视，升职加薪受歧视，找房子受歧视，但是上帝啪啪啪啪打你嘴巴的时候，他给了你2样东西，叫做乐观和积极呀。你只要有这2样东西，我们不用挑战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不公平和歧视，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战胜他们，这很可怕。你方的意思是，只要有任何个体冲破了歧视的束缚，找到了自己的路，就像小童他找到了书法这条路，我们就可以无视这个世界上所有对于群体的特征的歧视。就好像我参加了上一季奇葩说，有好多公众号的文章写我说，看到詹庆云以后，我知道了一个不漂亮的女孩也可以性感，一个不漂亮又无趣的女孩为什么让人喜欢。我知道这些公众号想表扬我，他们表扬我找到了人生别的出路。可是他们没有考虑过，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还是会受到伤害吗？因为我找到了别的路，我在不好看这件事情上受到的伤害就可以被无视吗？大家把税收理解得太沉重了，觉得税收是一种惩罚，觉得救济是一种羞辱。不是，我们收个人所得税的时候，不是在惩罚勤劳，我们在补助穷困的时候，不是在拿走他们的尊严。我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公正地衡量每个人的努力，他能够给那些先天条件没有那么好的人一点点的鼓励和激励，一点点平衡。
为什么我们今天觉得遗产税没有问题，但是一提到颜值税，大家就觉得有问题？遗产税也是天生的，我们会觉得遗产是一种运气。可是回想到出生之前，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切的其他天赋也是运气来的。我有多聪明，我活在中国，我是个女孩子，我所有这一切都是运气来的。当我们得到这份运气的时候，就稍微考虑考虑，也有人未经选择的出生在了丑的那一方，也有人未经选择的注定在这个社会上打拼，会有一些劣势。他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挣到和漂亮的人一样的工资，可是他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给这些努力一点鼓励，不可以吗？谢谢。今天携程战队选择的主场优势叫做导师结辩，最后是由康永哥负责正方结辩。好，双方要开始结辩了，从反方开始哈。秋晨，谢谢各位。今天青云说了一大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例子，说白人曾经那么的欺负过黑人，所以应该如何。可是你发现没有？我们问了，那为什么要收税呢？为什么白人不曾交过白人税来弥补他们之前对黑人做过的事情呢？直到现在，白人只是有钱的白人，然后交更多的税来帮助那些贫困的黑人，也只是更善良的白人捐更多的钱来帮助那些贫困的黑人，从来没有对全体的白人征过税，因为白人里也有穷人，也有弱者。今天我们要征颜值税，就等于默认了所有颜值高的人必然是强者，而颜值差的人必然是弱者，这不是羞辱是什么？而更重要的是，我真的非常赞同，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看脸的世界里面，我们不想让有颜值的人养成不劳而获的习惯。可是你知道吗？恰恰就是因为对颜值征税，我们才会适得其反，让他们养成这种习惯。是因为像能力征税，像一种能力征税，不管它有没有结果，像这个能力征税，不会限制人们使用能力，它只会鼓励甚至逼迫人们使用这个能力，因为我钱都交了，我不用白不用啊，是不是？如果有一条路是我要走的时候才用交这个钱，那我就是要走的时候才交这个钱。而如果一条路我走不走都要交钱，我没事儿都会去走一走那条路。本来我们的人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现在你征了颜值税，那些高颜值的人反而就变成了千军万马要过独木桥。所以最后的一点，我其实想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不喜欢这个看脸的世界，那我们怎么样才不让世界沦落成一个看脸的世界呢？我觉得方法很简单，不是打压那些有颜值的人，而是让其他的特征能够站起来，让其他的特征也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对待。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感触，一直以来，就是你知道奇葩说和乐队的夏天，包括吐槽大会和得到，他们了不起在哪里吗？我觉得他们了不起在于，他让没有1分颜值的人，居然也可以有颜粉，你知道吗？他让没有颜值的人可以有颜粉。在舞台上面，原来邋里邋遢的人，现在会被认为是潇洒，对不对？然后生活中的不靠谱变成音乐上的有才华，而在这里，很多时候刻薄会变成犀利，然后一个在生活当中非常颓废的人，然后在这里变成丧得很燃烧。我觉得这就是奇迹啊！所以我觉得，让大家不要过分器重某一个天赋，让大家认识到每一个天赋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它不仅是星球的责任，是税制的责任，更是我每一个人个体自己的责任。所以刚才我说，每一个天赋都是我们从上帝手上抽到的一张天赋卡，可是我觉得它其实更是一种任务卡。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小小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向身边所有的人和未来所有的人证明，你和我一样，但你也一定可以做到。我们想向他们说明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是很多时候不是你有了一个天赋就自然有了力量，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足够努力，赋予了这个天赋力量，你才有力量。谢谢各位。在那。辛苦了，小姐。啊，好累。
哎，康永哥结辩。就这意思。日本有一次调查高中生，说你们最想要成为谁？然后我们理所当然认为说，日本这些高中生一定想成为他们的偶像啊。结果调查出来，大家傻眼。日本这群高中生最想要成为一个经常主持娱乐节目的老牌主持人。然后我们身为主持人看来当然觉得很光荣啊，就说、哦、怎么会有人想成为我们啊？然后日本的高中生就回答说，因为这个主持人是所有的工作当中唯一一个看尽了天下美色的人。他高密度的、无止境的，一天看几十个的看他们粉丝们平常看到一个就要尖叫晕倒的偶像，主持人看到头昏眼花来不及看。我的工作的确是这样子，我起码见过了说我们的语言当中的所有的最漂亮的人、最有才华的人、最有趣的人，这是一个棒透了的工作。可是这也使得我有机会见识到人的美丽有多大的威力。就是当一个美丽人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她稍微一笑，整个房间都亮起来。可是人的美的压迫性在什么地方？它让我们自惭形秽。这4个字就是这样来的。自惭形秽就是我羞愧，我的样子怎么这么上不了台面。一个美的加害者，他是经常不会察觉到他排挤了别人的。我亲眼见过一个老板，他辖下的业务人员，一个中年的业务人员带着一个菜鸟的美女，2个人去接触对方。然后这个中年的业务人员已经辛苦了半年的时间，终于要谈成这笔订单的时候，在最后一次签约的聚会上，老板看到那个菜鸟美女，对方的老板说：“我要提拔你们公司的新人，这笔订单让这个小美眉来签。”小美眉把订单签走了。小美眉当然觉得自己长得漂亮，运气很好，遇到对方的老板愿意提拔她。可是她排挤了那个辛苦了半年才拿到这张订单的中年人。她不会觉得她的美色的杀伤力那么大，可是她的杀伤力就那么大。所以那个美女业务人员签到的那一笔订单，她的上司决定把本来应该给中年业务人员的业务奖金给了这个小美女。小美女可能1000万的订单，她收到了10万元。这10万元当中是有美色极高的成分在里面发挥作用的。这是我们的颜值税想要提醒大家的事情。美的杀伤力，不管是加害者或者是受害者，都很少察觉这件事情。刚才对方辩友已经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沦落到了一个看脸的世界。我觉得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唯一做的方法是：第一个，你要知道有这件事；第二个，你要面对这件事。而交颜值税是我们面对的方法。你可能会说，为什么要交税？其实就跟为什么要立法律、为什么要设定交通规则是一样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帮车辆设了高架桥，让车子爬过去；我们让人类走地面，为什么？为什么不倒过来，让人走高架桥，让车子走地面呢？因为设计交通规则的人知道人很弱，人的力量很有限，所以最方便的路让你走，车子比较有力量，他去走高架桥，走远的。这个就是制度所散发出来的我们对于人的处境的想法。税收、法律都一样，就并不是一个很霸道说，老子就是要收税，我就是要多搞一点钱。税是一个制定制度的人跟我们沟通的方法，在告诉我们，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假装世界上没有看脸吃饭这件事情？我们就是活在这么一个世界里。所以我今天喜欢这个立场，并不在于我想要交那个钱，我喜欢这个立场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终于有一个制度出来，不再回避说颜值在我们当中占有这么高的力量。不管这个税收不收得到，技术上做不做得到，好不好都不重要。我觉得重要事情就在于，我们用这个来表达我们对于美色所具备的杀伤力的一个态度。
而对方辩友刚才一直讲一件事情，是我们不应该对一群特定的人收税，这件事情我完全同意。美是一个状态，不是一群特定的人。你到某一个岁数会具备美，你到某一个岁数会失去美。当这个美的侦测器察觉到你的第一根白发、第一条皱纹、第一块赘肉的时候，美色就离你而去了。它只是一个状态而已。你只有在那个状态中，才能享有这个奢侈品。美丽不是寻常的事情。然后最后，我回答对方辩友一再指责我方造成歧视这件事，我认为刚好相反。我认为我们影剧圈已经造成了一个错误的态度，认为美是必需品，只要谁不漂亮，他就要受嘲笑。我希望修正这个态度，美应该被列为奢侈品，美不是寻常之物，拥有的人应该要为它付出代价，而不可以帮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一旦有这么一个态度表现出来的时候，一般人才会放心的知道，不美才是平常的状态，美是特殊的状态。我希望各位都能够体会到，有一天美色青春离各位而去的时候，你们会是这个制度的受惠者，而不是受害者。谢谢。好，谢谢康永哥。来，我们最后给这个辩题投票，红蓝键请按键。5、4、3、2、1，正方2票胜出。然后，同时我们还要请女神帮我们送出京东大礼盒，颜值不够，衣服配，洗衣凝珠就是颜值税。京东超市送出的是衣服洗到爽大礼盒，哎，获胜一方派出一位代表来接受。